刚才其实各位嘉宾的分享，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啊，就是说美国 AI 缺电的严峻程度，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目前行业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共识啊 ，AI 的 scaling law 正在狠狠地撞上能源的物理墙。今天我们很有幸啊，请来了4位在能源赛道上走得最远、钻得最深、网织得最广的领军者。杨钊总和能量支点代表了人类终极能源的未来。李学法和纳利新材料代表了底层核心材料的突破，严驰诚总和碧城能源代表了现阶段系统运营的能力，而林乔总和易控智驾则代表了 AI 在能源消耗侧最硬核的实际的落地场景。目前易控也是在全球露天无人矿卡市场占有率第1名。我们今天就非常落地的谈几件事情啊。第一，什么是 AI 时代的新基建？2. 中国硬科技在哪些环节是有全球竞争力的？3. 香港是否能成为出海的第一站？第一，首先请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大家好，我是能量起点的杨钊。对，这个我们是国内最早的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公司，21年成立。对，然后我们走的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新材料，叫高温超导托克马克技术路线。刚刚其实管博也在介绍里面讲了，由于这种新材料导致了成本的同样性能下数量级的下降，然后使得大家看到了聚变不只是一个这个50年的大科学装置，而变成了一个可以度电成本跟未来跟火电去竞争的这么一条技术路线。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过去做成了全世界第一台这种新材料高温超导的托克马克装置凤凰70，今年也做到了1000秒，唯一全世界掌握1000秒级别运行的商业公司，以及全世界最强磁场强度的磁体也是我们做的啊。基本情况是这样，谢谢大家。那谢谢，我就是李学法，我是扬州纳利新材料的创始人。我们是做锂电池那个复合激流铁、复合铜箔、复合铝箔。我们从锂电池材料最近拓展到这个光伏材料，包括半导体材料上，就是用把我们的复合激流体拓展了更多个领域的应用。谢谢。大家好，我是碧城能源严驰诚然后碧城能源是一家专注于做分布式新能源资产的开发建设和投资运营的公司。我们是一家大概到现在3年历史的公司，但目前应该是国内最大的工商业分布式的资产的运营方。我们目前在管规模大概在2个吉瓦左右然后目标也是给客户吧，特别是工商业的这个客户去提供更清洁、更智慧和更绿色的能源服务。谢谢。大家好，我是易控智驾的林巧。然后易控智驾是专注于露天矿的卡车的无人驾驶。我们现在在跑的无人驾驶矿卡是2500台，跑的里程数是超过了1亿公里。前段时间跟华为的车 BU 交流，他们是100万台车，刚好是跑了1亿公里。100亿公里，然后我们是2000多台车跑了1亿公里，他们还是蛮震惊的，就是每一台车跑的里程数比他们多了。目前来说，刚刚管博士也提到，我们2500台车现在是全球第一，卡特小松大概做了30多年的时间，目前他们的保有量大概是每一家1000台。而我们是2500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股东其实有很多产业，包括未来资本其实是我们的资深股东，加入了我们多轮。还有就是刚刚提到能源赛道的宁德时代也是我们的股东，以及我们的这个紫金矿业还有中继续创。所以我们开玩笑说，这个我们有3个万亿的市值的股东，以后很多人开玩笑，易控也许有机会未来也冲万亿，这只是开玩笑哈。接下来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下，您觉得 AI 时代最被低估的一项基础设施是什么？就我们还是要给一点干货就不要说那些大家很共识的，哎呀，算力很重要，新能源很重要啊，就说大家讲一个可能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共识的，没有充分定价的，但是未来5年很有可能成为核心瓶颈的一个变量，好吗？那从林乔总开始。好，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不讲共识还蛮大的，但是后来想一想，我正好做这个矿这个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算法、数据、算力是吧？大家现在觉得算力的尽头是能源，那能源的尽头是什么是吧？大家刚刚提到核聚变核裂变短期内其实实际上大规模的商业化还做不到，那肯定还是要建各种发电站是吧？那发电站的能量来源是矿山是吧？这个不管是咱们国内是吧，煤还是
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还是要铜，是吧？要各种这个材料都来自矿山。所以您的那个紫金为什么市值能称万亿，是吧？也是因为确实咱们数据中心的大范围、大暴利的大增长的时候，这些能源的价格、这个材料的价格也是瓶颈。我认为短期内如果咱们爆发式的，比如说10倍、20倍的建算力中心，那这些材料的开采，其实实际上也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挑战。所以在矿山领域，那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它的一个智能化，因为矿山的生产环境太恶劣了，原有的生产工具，不管是生产效率，还是这个对人它招不到人的一个瓶颈，需要通过智能化去解决。我觉得也许这个算力的一个大规模的需求增长，反而带来我们矿山无人驾驶进一步的一个大规模拓展了。所以能源的终局是矿产。对，刚刚也非常认真的听了前面的这些嘉宾的分享，我觉得其实在硬件这一侧或者在物理世界这一侧，大家的共识是非常强的。这个体现在无论是一级市场投资还是二级市场投资这个上面。然后从我们的所在这个行业出发，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方向可能被低估的，是最近国家可能最新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可能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这个电力支撑算力的这个方向上啊，但有另外一个维度其实是算力反过来是能够优化电力的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向会是一个目前市场还没有充分认知和定价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吧，这个我因为我是做材料的，所以我觉得最被低估的就是核心的基础材料。刚才像林总也提到了，说的要开采铜矿实际上因为我做的材料的是复合激流体，就是复合铜箔、复合铝箔我们从做这个材料角度，我们就发现这个国家这个是严重缺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核心基础材料将来可能会是最大的一个瓶颈。事实上很多人也意识到了，现在 AI 芯片大规模发展依赖一个很特殊的铜箔，叫 HVLP 铜箔。实际上英伟达已经说了很久了，需要 HVLP5 铜箔，但是实际上全球还没有一家人把它做出来。实际上这个复合铜箔不仅在 AI 芯片，包括我们这个下一代的锂电池，包括今年爆发的钠电池，还有这个下一代的光伏材料，都依赖一个很基础的铜箔材料所以纳力的在这个方面想发挥自己的力量。其实大家一直在说嘛，就是形成共识的一个物理墙就是能源，对吧？甚至是新能源。但是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再往前想一步，就是如果是能源的话，大家的直接想法就是变多就好了，这个东西有点太直接了。但是如果加一个定语，变成是按需分配的能源，那么这件事儿其实会打开很多的思路，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创造可以按需分配的能源，当然聚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能源了，对吧？就是你要多少我给你发多少，而不是现在大量的新能源是其他的这个方式。当然另一个方式按需分配不了我就存嘛，对吧？所以就是当我的关注点从单纯的量，叫新能源的量，变成了我关注的是按需分配这件事儿，无论是把蛋糕做大，还是把蛋糕分得更匀，甚至是把蛋糕先存一存，对吧？就有很多的思路，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它其实都是在解决这个按需分配这个重要的这个词汇。可能这件事是接下来，因为你蛋糕的量一旦上去之后，你现在所有的分配方式它一定是不对的，对。所以这些真正在解决这个按需分配的新能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接下来只要你任何一个单一的需求爆发之后，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吧。各位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就从软件到硬件，可能还是存在着非常多的非共识，所以这非共识呢，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接下来我分别问几个问题池晨、毕晨作为商业分布式清洁能源的投资领域的这个运营专家就你们从一线的数据来看 ，AI 数据中心目前对传统电力系统，你们觉得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我们现有的电网有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个算力黑洞？
明白，我觉得中国的电网其实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一个就是这个强大程度这个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个电网的形态了啊。但是可能在但是它本身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是在硬件建设这一端适度超前啊，保持一定的冗余，同时根据这个3节调度，在过程中通过调度来平衡过程的一些负载啊。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管理的模式，对于AIDC 这样子的形态呢，我觉得在未来短时间之内1到2年，我觉得还是能够在通过系统的这些方式能够消解掉的啊。但是拉长来看，如果按照刚刚各位嘉宾预测的未来几年这个爆发这个情况，那这个对于AIDC 在比如说地域上的能量的密度和空间上的分布的这个时间上的分布的这个不均匀的这个应对，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传统的电网的管理模式呢，更多是等于提前一步跟着负荷在走啊。但是呢，在AIDC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上面，可能更多需要强调的是电网跟算力，现在新的提法叫算力网，两者之间的协同和配合。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家从政策角度，其实也是很及时的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断层吧。所以最近看到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导向和新的一些提法，其实都在强调一方面是电力和算力在初始规划阶段，两者就要做相应的协同，同时在中间的运行阶段，无论是在市场的规则这端，还是在调度这端，都要做到这个相应的一个协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传统的一个电网的管理模式一个很大的一个颠覆啊。好的，谢谢。Frank， 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算力中心其实不仅仅需要电啊，它还需要很高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储能的效率。就是作为下一代电池关键材料的这个破局者您觉得这个打破能源木桶短板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个底层技术指标是什么？实际上现在因为锂电池已经发展40年了，大家在这个正极、负极各部电机4大主材也做了很多突破，但是发展今天大家发现最需要突破的就是在激流体上面一个是正极激流体，就是复活铝箔，负极激流体复活铜箔，怎么样能够确保这个系统更加安全，这个寿命更长，然后同时还要节省大量的资源，因为现在这个铜箔铝箔已经成了这个整个锂电池的这个差不多是第2大成本了未来随着铜价的这个增加，有可能会更加接近第1大成本，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也是未来可能会遏制整个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最大的一个材料瓶颈。了解，谢谢。杨昭，我请问一下，就是都说 AI 的尽头是核聚变，那么作为全球首个建成运行全超导托克马克的这个商业公司的 CEO， 您觉得就是核聚变从科幻到真正为数据中心点亮第一盏灯，关键的临界点在哪里？其实这个事儿的话，我们看就是聚变发展大概的周期，在我们的判断下，当然我觉得这个在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未来5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全世界大家都在努力这个目标，就是一台超导的装置，然后去实现净能量增益。这件事其实原来铜的装置做到过，但是铜是永远不能发电的，因为你把那个铜你运行起来，它自己发的热其实比它消耗的电还要多，所以它只能秒级别做个实验然后关掉，要不然铜就把自己烧化了。所以一个超导的装置，然后去证明它的输出的能量它是比消耗的能量大，就是它是个发电装置而不是个耗电装置。这件事就是未来5年大家都在做的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目标吧。其实真正能看到在瞅着这个目标在做的，美国有一台装置据细化明年建成，这个安徽有一台装置，我们的红黄170大概28年建成，大概就是这几台装置了，没有太多其他的装置了。对。而这件事它真正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我们认为一旦有这样一台装置建成且拿到实验结果，它类似于ChatGPT 对于 AI 领域的一个形成共识的价值。就是在 ChatGPT 产生之前，人们只觉得 AI 有用，看看图片然后聊聊天可以，但当 ChatGPT 显示出来了它的这个看起来的智能的状态的时候，人们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叫做AI 可能未来能够有通用智能。而在未来5年，谁能够去先把这个净能量增益的目标实验结果拿到超导装置上，那么它应该会形成一个全球对于聚变最终是可以未来在不长的时间5到10年的时间能够去商业化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对，了解，谢谢。
林乔总，我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您这里的确是有很多实际投入运营的这个矿卡特别是无人矿卡，我就比较好奇，一台无人矿卡的话，一天要消耗多少度电？就是一个大型矿山的用电量大概相当于多大规模的数据中心？然后作为你们肯定是用电大户啊，那你们最痛的需求是什么？是电不够用呢，还是电不够便宜呢，还是电不够稳定呢？这个问题蛮好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无人驾驶天然的会带着新能源，特别是在矿卡领域，咱们乘用车叫电动化上半场，智能化下半场，矿山领域叫无人化带动电动化，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原来的话，基本矿卡还是用燃油的，因为无人驾驶先调试起来了，然后呢，无人驾驶天然的喜欢，或者说从经济上还是新能源更划算。核心原因是这样的，这个燃油的车都用手动挡，因为省油，然后要变成无人驾驶就要上自动挡的变速箱，就超级贵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在跑的2500台车，上周统计的就是非新能源的就8台。其他都是新能源这是一个数据的结果。另外回到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说矿卡它是一个大载重然后长坡度的一个运行场景，所以它耗电量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典型的一种车型是载重90吨自动50吨一天下来一台车纯电的车耗电量接近3000度一台车接近3000度，然后刚刚你提到我们现在在运行的一个最大的矿山是600台车，然后相当于一天要180万度电。这个从数据中心，我觉得应该是至少多少个，可能有个接近1000P 的算力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耗电量了。对吧？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我看这个协铅嘛，之前很多这个朋友就是做氢能源的说，矿卡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因为集中度够高，能量够大，然后做这个氢能的一个消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那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新能源的一个痛点，其实国内跟海外会分开。国内中国的矿山核心是电容，因为都是通过国家电网要配电嘛，然后微电网也不能轻易建基本上还得批，是吧？所以国内是电容的一个批准时间这个是国内的挑战。海外是反过来了，它不需要批电容，但是微电网的整套的解决方案怎么跟矿山落地？包括前段时间我跟宁德聊，我想让宁德去做，但是宁德不愿意，觉得电子化，他就想做储能的标准化的设备。其实我很想就是说，从整个产业角度，之前我想给这个整个行业，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叫智能化加电动化的联合到矿山的出海，形成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智能化跟电动化如何组个包，是吧？因为智能化有需求，比如说充放电放哪儿，或者这个装置怎么去匹配跟矿山的设计融合，包括这个整体的一套解决方案，最终给客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省了多少这样的整套解决方案，其实实际上需要咱们企业就是抱团出海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只专注于无人驾驶。然后还有一个痛点就是，像新能源矿卡，它不像乘用车，它没有强标体系，所以它的充电口都是多种多样，甚至充电枪也是多种多样，导致现在我们的无人驾驶适配工作量也很大。其实这个也非常希望就是说行业以后有个标准，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项目，500台车里面有4个品牌的矿卡，充电口有在左边的，有在右边的，有在左右两侧都有的，有在前面的，导致我们停车位都很难控，就是又需要完全的无人化停到那个停车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现在面临的一个痛点。了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无人自动矿卡其实已经有经济性了，能否就是给更详细的数据比较一下，比如说和有人燃油重卡和无人的燃油重卡比，是不是这个拐点是不是早就已经到了？对，首先第一点，我觉得燃油重卡没必要去比较，因为无人到有人的燃油重卡比较细在变，因为核心是刚刚提到自动挡的变速箱，自动挡的车在矿山的油耗是比手动挡高了20%。所以它是不划算的，因为传统的这种就是矿山的运行油耗是大头，
占生产成本的40%。那回到这个现在的一个无人驾驶相比有人驾驶的经济线，目前我们在大量的国内的客户去看，基本上已经达到这个临界点，而且是大规模的商业化在推广。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国内中国的矿山，因为矿山它是24小时运行的，一台车按国家的法定要求，工人只能干8小时，一般是国有企业如果自研的矿山叫4班3倒，一台车对应4个司机，一年的一台车司机成本60万。然后我们收他30万，他的成本就下降了30万一年，所以这个对他来说经济上是非常划算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跟首钢集团发了一个发布会，总共他用了3台车，每年节省司机成本2800万，这个是实打实他自己算出的一个经济账。了解，谢谢。志成，我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把数据中心视为一个超级用电用户的话，它和普通工商业用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跟普通商业用户最大的区别是在于，第一，它对绿的要求可能会更高，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跟美国的情况会不太一样。就国家现在要求，这个比如说国家级的节点要求绿电的比例都要超过50%，所以绿在国内的 AIDC 这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单体的用电量非常大，在空间的这个上面，就是传统的一个工商业客户，我们在做这个业务的落地的时候，更多是依赖于这个电网，包括这个园区里面的变压器的冗余来这个来做了一个接入啊。更大程度我们不会去主动去投资一个变压器的增容或者额外的其他的这些电力专线等等，这样可能算不来账。但对于 AIDC 这样子的客户啊，这个不存在说利用当地电网的一个本身存在的一个冗余去 take 这样的一个profit 啊，这个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从负荷这一端，我们觉得它有希望变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质的可调节负荷。因为从工业负荷这一侧，其实它能够做的这个负荷的调节，我们理解还是挺有限的，就更多还是一个导班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从 AIDC 的角度，比如说从这个模型的训练和这个推理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本身在负荷的这个上面是可控且波动的。如果说后续能源的这个价格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的话，我觉得这个 AIDC 本身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这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可调节负荷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比如说国内之前像训电场这样的商业模式没有办法非常好的落地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恰恰没有特别好的规模化的这样子可调节负荷的客户，然后 AIDC 也许打开了这样子的一扇商业模式的窗口吧。了解。李博士，就是在您看来啊 ，AI 时代储能需求是不是更加推动了电池材料更加往前发展啊？比如说从能量密度啊、安全啊、寿命啊、热管理，就是哪些性能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是节省成本第二个是安全性嘛。这个像今年爆发的这个钠电池。因为钠电池本身缺陷就是能量密度低，所以对材料要求更高。所以今年我们推出来的新型的钠电专用的这个复合激流体一推出来，迅速的就被客户锁定了。了解。所以您觉得钠电之后还会有在您的材料的加持下还会有更大的爆发空间，对吧？是的。未来钠电在中国的储能市场是越来越大。了解，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啊。对，杨钊，我想再问你一下，其实顺着你上一个问题啊，再细化一下，就是核聚变大家其实都认为就是永远的30年嘛。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说可能发展的一些要素。就您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公司啊，您觉得行业从科学突破到商业落地、商业可信，还需要经历哪几个里程碑？从现在我刚说的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净能量增益，一个证明它是一个在超导工况下的发电装置，这是第一件事。当这件事做完了之后，那么第二件事其实就是大概时间节点是在30到35年，我们觉得全世界肯定会存在这样的一台示范电站，国内还是国外谁先不确定，但是肯定会有这样的示范电站。然后示范电站它的度电成本可能还是比火电要贵的，但是它要证明几件事情。第一，它不仅是发电的，而且
且它能够长时间稳定的去发电。比如现在大家的这个长时间的运行，1000秒级别就是世界纪录了，包括我们今年年初做到的。但是你到一个电站级别的话，你肯定是要一直持续的，而且不像是我们这种低参数实验装置，要这个能发电的高参数实验装置的长时间的稳定运行，这就是第二个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做完了之后，大概30到35年示范电站解决之后，那么第3件事就是度电成本要比火电要低啊。那么这个事儿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原料问题。这件事儿的话，大家的下意识的判断是，现在的主流的想法还是用刀和氚2种氢的同位素作为原料，然后去做这个发电。那么，如果是刀和氚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那么就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氚从哪儿来？因为氚是能造氢弹的啊，而且它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并且真正产氚的是要消耗锂6，一种锂的非常稀缺的同位素，所以你其实大概算量级，即使所有工程问题都解决掉，当你用刀和锂6来发电的时候，你的度电成本能不能低于火电？大概率其实是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锂6很贵，锂的同位素。那么如果你不用刀氚的话，比如我们提的是用刀来发电，那么它的好处很多，对吧？不用射氚了，不用什么监管，不用氢弹，但是你的参数就需要磁场强度也好，装置大小也好，你的一些物理参数也好，又要高一个数量级啊。那么就是当你真正涉及到去算账，度电成本要比火电低的这笔账的时候，燃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燃料选择决定了你无论是你的原料成本，还是你的装置的建设成本，比如氚的话，氚防护、氚工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它不比装置本身便宜。或者你选了其他的燃料，你就要解决那个燃料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这3个问题吧，3个都持续的能解决掉，那么它的度电成本就可以比火电低了啊，就是净能量增益、长时间运行和原料问题。对，了解，谢谢，非常清晰啊。大家其实这句话已经听了很多了 ，AI 的尽头是能源，但其实能源也好，电也好，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啊。对于一家实际企业来讲的话，你要确定很多因素，比如说确定的电价啊、稳定的并网、可验证的绿电以及可融资的能源合同。接下来我们就请池诚问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果一个 AI 数据中心和你说18个月内帮我解决供电和成本的问题，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如果这个客户在美国，我觉得没有人能给出这个答案。但非常如果 luckily 他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基于中国现在的电网情况，还是一个可实现的一个过程。因为分析这个客户的需求，大概就是绿色、便宜和稳定3个点啊。然后以我们现在的客户实践来看，我们大概得益于比如说风和光本身它在发电，它单个来看它发电的负荷不稳定，但是它结合起来看，它在发电的时段上它天然做了一个对冲啊。所以结合我们现在的实践，我们大概配置1个 吉瓦的风和光，大概按照2:1的比例来配啊，再配置一定的这个储能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然后考虑到极限线路、升压站和送出专线全部都是自己投资来看的话，在自建的电源这一侧大概能实现4毛钱左右的一个供电的一个成本，然后这块大概能解决一个算力中心大概50%到60%的一个电的一个需求啊。另外40%到50%，无论是通过电和正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绿电交易，还是单独做市电加上就是上滑交易加上绿正交易，两者相结合起来看，然后另外那一部分大概也在4毛到4毛5之间啊，所以综合起来看，我们能够实现按照平均在4毛钱左右啊，然后接近100%的给这个算力中心按照这个绿电的这样模式来供，在中国在18个月之内是能够做到的啊。了解，这个答案也非常的具体啊。林晓总，我也问一下，就是作为年用电量非常巨大的无人矿卡运营商，你们最希望像碧城这样的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经验啊，就是国内矿山和海外矿山在能源需求上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这个问题蛮好的，就是从需求刚刚也聊到过，就是说如果是国内的能源供应商，那希望就是说怎么拉通电网，快速的部署，然后把这个电容拿下来，是吧？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部署在哪，就是跟矿卡的一个运行的路线
要融合。因为矿山的话，它的充放电刚刚提到用电量非常大，如果位置不合适，它这个空跑的这个里程就会非常久，那就会浪费非常多的一个电量。那回到海外，刚刚提到了微电网，如果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去澳洲、非洲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现在大量的澳洲、非洲的矿山，它都用柴油发电。其实柴油的现在，包括现在美伊战争之后，油价又涨了，在这一块，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对，这个是刚才我也问了，就是说国内外这些不同啊。其实，在腾云90多家会员企业里面，有很多已经是有收入和这个硬科技的能力，但是出海的时候，其实科技技术只是一方面啊。另外，你还要解决包括信任体当地的合规认证本地融资、政府关系。那我接下来就想请问一下各位就是说，你们觉得做一些 AI 加新能源企业，你们出海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非技术门槛可能是什么？要不请杨总先开始。对聚变这件事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于这种技术，它一定是中美是几乎是完全断开的啊。就是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不是完全断开的话，可能这个我们也不会在中国干这件事儿。对，就是就像我们完全不可能去从美国得到任何的信息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不可能是依赖美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也不可能依赖我们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这件事儿它自然是至少是分裂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市场西方国家和这个中国以及和它比较这个友好的一些国家。然后从这个客观上来说，真正有能力把聚变这件事突破的，从人才、资金、技术本身来看，也只有这两个国家最先能做出来。那么最终的话，出海这件事儿大概率就是看着整个的政府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指挥棒，然后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能不能出，什么时候能出，用什么形式去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而且你的区域也很明确。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更多的其实是一个需要多次对话，然后去慢慢的了解清楚这个国家的部署和战略计划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决策。对，了解非常清楚。我们纳力呢是做个材料企业，跟刚才这个你讲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纳力呢是做材料，因为我们是在供全球化的客户企业，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先拿到国际客户的定点和长期合同，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出海。所以我们出海呢也是在拿到这个长期合同之后呢，我们争取是跟客户来进行合资建厂，就尽可能的降低风险。我们当时采取这种模式。了解，谢谢。我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形态其实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和服务的这种形态来做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出海的这个时候，其实面临更大的一个困难，就主要可能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国内熟悉的很多的商业模式跟电网的一些规则，在海外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次去沙特的时候，沙特第一个工商业这一侧的自发自用鱼电上网项目才出现。才试点这个在国内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这个事情，但可能在其他国家，可能对当地的电网的规则来看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第二呢，比如像 PPA 这种形式，比如说在阿曼是没有 PPA 的阿曼只有融资租赁就是阿曼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投资方投资一个资产，然后以租赁这种方式反租回给这个用能方，而不是通过 PPA 或者国内 EMC 这种模式来做所以其实这一端是各个国家是完全就是它的本身的基础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可能也有赖于很多就国内企业出海之后，对于当地很多的政策能做一些引导第二端呢，其实是关于地缘和安全性的，因为毕竟就是从这个我们提供的服务更多其实是一种能源服务，甚至是一些电力基础设施的运营那这个从安全性上来看，那的确从悲观的角度呢，它存在一些这个安全上的一些限制或者问题。那这个其实就要求企业在第一天可能在架构上在一些就海外出海主体的这种架构上做好这样一些设计，回避相应的一些地缘上的一些风险。
先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做矿卡无人驾驶在澳洲实现商业化的公司。然后我认为从无人驾驶出海的角度，它分2个大的市场，一个叫发达国家市场，一个叫一带一路国家发展中市场。我觉得2者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发达国家最重要的难度是，大家从中国的一个是思维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在大陆做很多事，国内做的话，新事新行，大家愿意尝新，就是我们的用户也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这个我们去澳洲的时候发觉，它是一个极其强大的风险业务型的一个市场。它就是比如说让我们无人驾驶，它要我们解释清楚3年内我用你这套系统，每一个时间段会出现什么样的故障，故障机理是怎么样，出现了之后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那其实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难回答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迭代。刚开始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海外因为我们在澳洲也搭了很多人，老外很多就不可思议，觉得刚跟你对接好，然后过2个月版本变了，那个本来觉得实现不了的能力又实现了，也都不好解释。所以这个在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澳洲是怎样符合人家的这个使用习惯、文化特性，去解决他的一个这个使用痛点的问题。他觉得我就是一板一眼的做事，你就把我的手册写的详详细细，是吧？不要有任何遗漏。然后做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因为它的成本，无人驾驶本身是代替人嘛，人力成本比中国大陆还低。那我们的方案要想办法怎么帮它提效。比如说我们最近去了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后来本来是不想做的，后来发觉有可能，核心原因是他的司机的效率是极其低的。然后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方案，发觉有人驾驶他要120台车，我们无人驾驶只要100台车。帮他省了20台车，那我就可以去做这个事儿了。我单台车收费贵一点，他也觉得可接受了。所以我觉得2个市场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了解，谢谢。因为每家企业它本身的属性不同，所以这个体感也不一样啊。接下来我们回到就是说在香港的咱们在这儿的腾云加速器，就想请问一下各位啊，就是说一家内地的硬科技企业如果选择香港作为出海的第一站，你们觉得最重要完成哪几件事儿？你们需要哪些扶持？比如说融资啊、合规架构的帮忙搭建啊、国际客户的验证啊、政府资源对接啊、品牌重塑，就你们可以，当然也可以不限于这几条之内啊，你们可以选2到3条，你们觉得哪几条最重要？对。我觉得话，其实对我们这个聚变这个领域来说啊，就是它肯定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很新的一个东西。当然，国内的话开始15把它列到了一个未来发展方向，然后国内很多以前有积累的城市开始去关注它，然后以前没有积累的城市开始去了解它。那么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得去一起去了解，然后一起先去接触它，对，接触聚变试上。当然，我觉得聚变本身可能对于香港这个地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尝试了，但我想至少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打通和认知的。先把这件事情大家先熟悉起来，了解起来，然后判断是否双方是有合作的基础的，那么再往下去推进。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是第一步吧，对，最重要的一件事。了解，谢谢。我觉得是选择香港作为出海的第一步，主要是因为这个香港是个非常好的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所以有这个很好的融资便利。第二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在香港把我们的 IP 知识产业移到香港，所以希望能够和香港的研究机构合作，把 IP 打造起来了解，谢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这个合规的架构和第一笔海外资金的一个注入，这可能对于一家硬科技公司未来在海外就第一步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确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香港的金融市场相对于特别对于国内来说还是一个更灵活、更先进的一个金融市场。然后以我们在的这个行业来看，本身这些分布式的这些项目本身都是非常好的稳定性金融这个资产。那比如说对应到类似像 RWA 这样子的一些这个金融的这种工具或者产品吧，我们觉得特别是以海外的资产，然后在香港来做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对接和发行，我们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刚刚严总提到也基本上在这2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法系国家怎么认可你这家企业，是吧？你的公司治理是否是符合他们的一套逻辑的？那香港是一个很中转站啊，对于我们企业说到在香港，比如说上市主体以后上市了。之后，那对应的假设哈那大家会更加认可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整体来说，这个香港的一个相对自由的金融市场，那接触到一些欧美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资本，或者说这个矿业的客户，也能更方便的接触到我们，这样对有利于我们出海会很好的一个拓展啊。了解，谢谢。最后，作为收尾之前啊，我想请各位再回答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未来5年，在 AI 加新能源领域里面最值得投资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啊？这第一个问题，相信各位企业家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理解。第二个就是台下也有很多的这个其他企业的负责人，对吧？你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忠告，就在这么巨大的机会的诱惑前啊，可能要防止犯什么样的错误？第一个词的话，可能我稍微长一点啊，不用一个词比较难总结。我感觉可能就是不要低估电力需求的这个量级。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线性的去想它是1倍、2倍、3倍去涨，但 AI 它可能仅仅是一个爆发点，而它真正带来的就是它可能的需求是再往后走的话是一个量级上的需求。当你看到的事儿是一个量级变化的时候，那么你的关注点可能就不只是现在线性怎么外推的一件事了啊。那么这个建议的话，我可能给不出太明确的建议，也许就是大家对于新科技还是得有一些基本的判断能力吧。这个新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个鱼龙混杂的现象非常的明显。对，这个做一些基础的，至少量级上的、逻辑上的判断，而不是经验上的判断。对，好，谢谢。刚才刚才说到，因为这个 AI 加储能其实是这个中国这个是最强的优势。其实在这个最值得投资的就是这个基础核心材料，因为这也是中国的强项。给各位企业家的一个忠告或者经验分享。因为对一个创业企业所以这个一个经验分享就是要学会融资。我相信这里的家族企业或者台下的很多投资人，这方面可以帮你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这个从电支撑算到算优化电的这个方向吧，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能够利用到中国特别有优势的新能源产业，甚至是可能给了中国新能源这个产业打开了另外一扇非常重要的发展窗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啊。然后从建议的角度呢，因为我是这个投资人转实业创业，然后从投资这个经验来看，我们觉得每一轮的技术周期里面其实都会有大量的机会和泡沫，但其实如何利用到这个泡沫，然后能够快速建立起自己的商业闭环和first dollar in，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在一波这个周期之后吧，能够更好、更长久、更健康的存活啊。我没搞过投资，不太懂啊。但是有一个方向，我觉得刚刚听了陈博士的报告，还挺好玩的。我觉得陈博士叫能碳自动驾驶，我们叫运输自动驾驶，我觉得叫能运自动驾驶，以后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融合在一块，是吧？真的把这个做好，也是一个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企业家的建议，我觉得还是出海这一块。其实际上，国内我们一定要叫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一定要快，在国内不要在乎做完美，一定要做的进入市场，让客户快速的试之后，你让他满意，然后再单点去攻破。但出海的话一定要慢，就是宁可比如说3年去规划去做一些事项，才开始有一个试点。关键是在一些国家一定要搭建起一些本地化的团队和能力，来符合它的一些使用习惯和标准。
了解，谢谢，都是非常诚恳的经验和建议啊。那也谢谢各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